你们好，我叫徐指导啊。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啊，尤其在这个交通规则方面，因为我之前骑电驴被车撞过，就这个车祸它不严重，但猎奇啊，因为我是被一辆这个警车撞的，我当时倒在地上我都蒙圈了，我说怎么现在这个不戴头盔这个处罚力度这么大吗？啊！就你们都开始就地正法了是吧？当然人家也是不小心，但就周围都没有人敢扶我起来。这么年轻的逃犯啊！我说这种交通事故他能不能报警？咱别打个电话，他手机响了，我没敢报警，他把我抱上了警车，为了送我去医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诡异。我这边耳朵着地，摔的是血肉模糊，就那个画面，黑猫警长带着一只耳走了，你们见过？但我觉得我应该是这辈子唯一一次有机会坐警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啊。就阿烟他哥那种打架的事情，我从小到大啊只参与过一次，是被人骗去的。当时中学周末补习班下课，有个同学喊我一块儿去吃饭，我一下车发现10几个那种流氓混混就把我俩给包围了，我才明白这孙子是骗我过来帮他打架的，就很过分，让人没吃饭干体力活。我看那10几个彪形大汉，我说我这今天虽然吃不了，但好像要兜着走了啊。但我最生气的是对面10几个小混混，他就骗过来我一个人，这就意味着他的胜算不会增加1点，但是等会儿他的痛苦可以减少1半。就他这种做事方式，我瞬间就明白为什么他一个区初中生啊，会有10几个人想要打他啊。我在下车的第3秒就想背叛他，我想跟对面说，你们要的这个人我给你们带来了。没等我反应过来，对面这个混混老大，他一步走到我面前，用2根手指头重重的戳我，威胁我。他说不准动。我当时感觉他会点穴，我一下就怂了，但我不想显得怂，所以我就鼓起勇气，用那种非常强硬的语气回应他。我回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我说我不动。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太震撼了。他们说你不动你横啥呀？就他们原计划应该是不准动威胁我，我反抗，然后顺理成章开始对我进行殴打。结果我不动，我看着他们那个束手无策的样子，我就明白，就只要今天我不动，那我今天就不痛。但骗我来那个同伴，跟我性格不太一样。人家也不让他动，他立刻就还嘴，他说你别碰我。这就意味着对面要开始碰他了。很快他就被摁在地上一顿暴打，这个场面是越来越诡异，10几个人在打他，我在旁边站着一动不动。我在给他们站岗一样。我俩组成了一种很高级的投降方法，就是他挨打我替他立正。就我俩这个状态，旁边但凡再过来个路人，都得觉得，哎呦，这小伙子挺勇敢啊，就看热闹敢站这么近啊。我说我是不是得帮一帮他？但我发现以我的能力和胆量，我能给他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给他提供点眼神支持。我的眼神里是有语言的，我说这个加油啊，这个忍咱就不疼了。我甚至不敢说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嘴动它算不算动。打了足足2分多钟，他们都快打不动了。我那个同学被打的都快不动了，而我雷打不动。我们一群人离远了看，感觉这个一堆 GIF 动图里面夹了一张 JPG 呀。那个混混老大打着一抬头，发现我怎么还在这站着？他接下来一句话彻底震碎了我当天的全部自尊。他说：“你要没啥事儿，你先走吧。”
各位，就这句话，它在群架里面很难出现的呀。它代表着对你懦弱的肯定，它坚信你留下来什么用都没有。这句话打到脸上太屈辱了。你要没啥事儿，你先走吧。虽然我听完确实走了，但那个感受很真实。我那天到家就2个感受，就是屈辱啊，但是不痛。虽然身体不痛，但很快这点事儿班里几个男生就知道了。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在走廊里，每次看见我就那种嘲讽的语气跟我打招呼，看见我，哎，你会痛啊？更让我崩溃的是，班主任得知了打架这个事情以后的反应，他让我颜面扫地，他在全班同学面前通报表扬我，说徐某同学校外遭遇打架，对方一再挑衅，保持沉着冷静。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外号，我同桌从此喊我一战到底。我说实话，那几年受了点影响，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不太怂的人。直到去年得知一个消息，就是小时候骗我去打架的那个同学，在去年被抓了。我一听这个罪名，我就乐出声了啊！罪名是诈骗。我当时说，我这点事儿追溯期这么长吗？但我又听说那个不让我动的混混老大，其实也犯过一点小事儿，但警察来了以后把他放走了，因为他认错态度良好。我一听就明白了，他从我身上学到不少。警察来了以后不准动，我不动。啊，那你没啥事儿，你先走吧。我觉得相比之下，我是不是过得太平稳了一点？我在那个最中二、最容易因为男子气概上头的年纪，我在打架里面选择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不能动性啊。但这个性格也让我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不爱动的人一种宝贵的财产嘛啊，这就是我的不动产。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你们好，我叫徐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我来的时候选战队队长的时候，我选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当队长的第一志愿，就是刘洋教主。因为我很希望跟他能一起在那里并肩作战，并肩作战了15分钟，被打下去了。我本来想让队长好好领导我，我现在想办法捞块牌子捞队长啊。我从小是家里老人带大的啊，我对我的爷爷评价一直都挺高的。我觉得我的爷爷姑且可以称之为是个慈善家，啊，就主要的这个慈善方向是这个缅北这一块啊。就我的爷爷在被诈骗这一块就是天赋异禀，可以说是老天爷骗他饭吃。因为他身份太特殊了，我的爷爷是一个专攻于草书的书法家。名字叫徐德伦啊，就如果你们真的好奇的话，就等下演完出你们可以去搜他，啊，但是你们不要去骗他，因为我马上就要讲到别的骗子是怎么骗到他的，这些都是吐槽我爷爷，不是跟你们介绍我爷爷的使用方法。因为我爷爷是一个民间老艺术家，他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大家认可。骗子就会拿捏这个心态，比如我爷爷经常会花重金买回家里一些你一听这个世界上他就不该存在的奖项。前段时间家里多了一个奖状，叫中华书画4大魁首，上面4个头像：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徐德伦。4个头像，就1个彩色的。今年我过年回家，饭桌上我的爷爷非常开心，啊，说一家人都回来了，想开瓶茅台。我说爷爷，咱们都自己家人，没有必要喝这么贵的。只见我爷爷大手一挥，掀开帘子，里面露出了一箱长得像茅台的酒。我说爷爷，咱可都自己家人。
要不稍微喝点贵的。我爷爷拿出了其中一瓶假茅台，各位，我看了一眼那个假酒的包装，我就明白这个骗子有多么懂我爷爷。就那瓶假茅台的包装正面跟你们见过市面上的真茅台长得一模一样，完全正常。它的背面印刷着一整套的这个徐德伦草书作品。我说你俩啥时候联的名啊？我爷爷说刚开始合作。主要是人家对爷爷这个草书作品的认可，这一箱酒茅台12瓶，人家卖我328。我说这茅台2000块钱一瓶的酒，怎么印上德伦草书跟散白一个价了？这是对你德伦草书怎样的认可啊？这德伦草书可太牛了，帮家人们把价格打下来了。我不想伤他的心，我还是陪他稍微喝了一杯。就朋友们，我平常也是喝过点白酒的，但我真没喝过假酒。假酒那个味道和口感，我当时尝了一口，我说怎么这个封面上这个草书它是渗进去了吗？茅台啊，我第一次喝出了墨香型。我爷爷还让我评价，他说孙子，你看爷爷这个草书在酒瓶子封面上写的怎么样？我说爷爷，从味道上来看，你写的绝对算是入木三分了。但是从内容上呢，我认为一个茅台品牌的酒啊，是不该允许你在上面写这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骗子是越来越猖獗。2023年，我的爷爷在老家接到一通电话，表达了对他书法作品的肯定，说希望我的爷爷可以交点报名费去北京写书法，要炒作他。于是我的爷爷，一个退休30年、一辈子生活在辽宁省的一个传统东北体制内老干部，在自己84周岁那年，毅然决然决定北漂。我说我是听说人这个73、84有那么2道坎儿啊，但我没想到84这道坎儿能迈得这么的宏伟。就徐德伦先生在他84岁要迈的这道坎儿叫山海关。我当时还在北京读研，毕业季正在找工作，不是很顺利。我刚失败了一家单位的面试，我回学校的路上，我爷爷还给我打电话说：“孙子，那个爷爷在北京找了个工作。”我说：“你春招比我还顺利呢。”那个你毕业先不要着急找房子啊，我准备上北京跟你合租。我从老家多带几瓶酒过来，咱俩天天下班一块喝。我说有点分不清哪句话更吓人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么个结局。我从辽宁省，我考来北京大城市，我好不容易找了工作落下来，然后跟爷爷合租，这是不是太绝望了？在大城市跟爷爷合租，在大城市我白天不是已经当过孙子了吗？啊！跟爷爷合租，各位你们有人跟爷爷合租过吗？你都没法跟你的合租室友拎着合租室友之间该立的合租规矩啊，用到爷爷身上太不合理了。你说那个爷爷啊，咱俩不能用同一个 WiFi 啊，咱俩上厕所得排队。还有最重要的，未经我允许，你不能私自带我奶奶过来过夜。但我尝试稍微理解了一下我的爷爷，其实老年人希望自己有价值。我爷爷就是很希望努力能让自己的作品火，想挣点钱给我买房子。但他现在在他这个方向，就是越努力，我离买房越远，我离合租越近。骗子最过分的就是这点，他会利用老年人的这种亲情。他那个骗子直接就跟我爷爷说，只要你愿意来北京啊，把这个钱交了，我就会炒作你，将来你1平尺的书法作品就能在北京买1平米的房子。我爷爷听完，现在拿着那个笔和纸就要来给我弄套房子。上一个这么有底气的书法家呀，叫神笔马良。我说咱是不是太敢信了啊？1平尺好几万，你按他这个说法，我爷蹲地上在那写比印钞机都快。我爷就鲁迅笔下的老黄牛不过如此了，喝的是假酒，写的是真迹啊。你感觉宣纸想升值都该给我爷爷用，蔡伦造纸就是为了德伦用纸。上周我跟我的爷爷说，我说有一个单口喜剧的节目找我，我下周准备去一趟上海，我准备带着你的名字上节目，
争取咱爷俩起码活一个。我爷听完笑了，说：“你是不是叫人骗了？”好了吧，谢谢各位，谢谢你们。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徐指导啊。我家里是做这个化学化工方面生意的，然后我大学也学的是这个化学工程啊，所以这个世界我懂，主要是由这个分子、原子和离子构成的。从小我爸就跟我说：“儿子，你就学这个，毕业以后跟爸一块干，你就妥了。”我顺利入学那年，是我爸做生意挣钱的最后一年。他老跟我说什么：“儿子，这个行业你别着急，越老越吃香。”我说：“爸，那您吃香了吗？”他说：“我呀，越活越年轻。”我那时候都不敢接他视频，我怕他打过来：“儿子，那个生日爹没有什么可以送你的，那个公司的法人就先转给你了啊。”爸想先去美国待一段时间啊。你要相信这个行业马上就会迎来转机的啊！爸也马上要转机了，好吧？挺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该干什么。但我明确的就是我不太想学这个化工。就我这人就是这样，就虽然我毫无主见啊，但是我充满意见。我这个性格最适合的工作应该是当甲方。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但这个不行。当时有门课，我就很充满着意见。那门课让我们每个人磨一把锤子。我说咱不是学化学的吗？那锤子能是磨出来的吗？各位，我理解的化学应该是我把药水滴进烧杯里面，嘟嘟嘟出来一把锤子，这是。我同学就劝我说，这就是门水课啊，谁都能过。我补考了，还水课，我火命水克我。我补考磨了4个小时，我要不就别叫徐指导了，就应该叫我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及格。我带着那个补考的锤子回去，同学见我都夸我说：“你真是有2把锤子啊！”因为他们都很在乎这个分数。我室友很焦虑，跟我说隔壁寝室那个某某也太牛了，他锤子磨了个 A。我说他咋磨的呀？那锤子磨完不应该是个 T 吗 ？A 你磨的是个锥子呀！我真的很想远离锤子，想做点稍微有意义的事情。当时都说大数据就业好，我就考研去了统计学专业。我上岸那天心里贼狂妄，我看着那些本专业的同学，我心想：哥们要去搞大数据，你们懂个锤子。各位，我今年2边节目选的这边，主要就是因为这边的嘉宾席里没有来自锤子科技的。我以为收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真的就离开锤子，可以做点稍微有意义的事情。直到读研的某一天，我室友跟我说，隔壁那个某某也太牛了，实习单位贼器重他，现在领导的外卖只让他帮着拿上去。我说你要实在焦虑的话，以后我的外卖只让你帮我拿过来。我这把事不用比做锤子，该比做孙子。早知道我把锤子带过给领导捶背用。再比比谁劲儿大，你不使劲给领导后背捶青了，怎么获得领导的垂青啊？这劲儿要还不够大的话也没关系，我同学那还有把锥子呢。但我很快就发现，真正的迷茫和不懂发生在毕业后工作。我去了一个那种给领导打杂的岗位，我进去就知道他应该不需要什么专业能力。就我们4个学的专业分别是统计学、计算机、法学、历史。就我们4个一块上过的课，那就只有思想品德了。岗位要求人品端正啊。计算机那哥们能来这儿上班，他就应该不会计算机。这种谁都能干的岗位，这种废物岗位，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学名叫管培生。我作为管培生的第1天，领导交给了我一份重要的法律文书。我说这是让我学着去编辑一下吗？他说你今天啊，主要就是把这个文件快递出去。我说这么有挑战的任务，要不找个物流管理的研究生干嘛？当我真干了，才发现发快递其实流程极其的繁琐很长。就我发快递给自己发出成就感来了，就我就发现了自己的没出息。就一个事情，无论它多么的无脑啊，无论它多么的简单，只要它流程足够多，我干完就会有成就感。就比如说各位，你们报销过吗？啊，贴6张发票，走12道程序，报下来51块钱。那一刻，我感觉那51是我挣的啊。
我当时就感觉我变了，我现在觉得本科隔壁的大哥也太牛了，他锤子可磨了个 A 呀啊！我封好快递皮，走好全部的程序，完完整整的交给了快递员。啊，我说我终于完成了一项啊，顺理成章完成了一项如此伟大的工作，这应该是我磨的最好的一把锤子了吧？我开开心心就上楼了，然后发现那个法律文书还在桌子上，崩溃了。念了4年化工211本科，2年统计学硕士，毕业以后发快递给快递皮发出去了。我说我要不再去考个物流管理的博士吧啊！我都不敢想象对面那个领导收到文件以后什么心情。我打开以后，法律文书呢？这怎么万法皆空啊？我觉得如果我能穿越回2年以前收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应该可以跟他共情，就着急的打开，发现原来它就是个空壳。我想起三国里有一段故事，曹操当上魏王以后，给他的谋臣荀彧发了一盒果品，荀彧打开以后发现是空的，他自杀了。他说魏王是告诉我盒中无果，请君自采，所以他自裁了。大汉臣子荀彧死于谐音梗。你怪不得这个荀彧他那么的反对这个魏王啊，建国是吧？我知道这个有点巧妙啊，你们这是又懂历史又懂喜剧的你们。但我回过头想一想，我在发完空快递以后，我再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有时候我在想，你说荀彧老师，你看到一个空的盒子就自杀了，会不会有可能你着急了一点？就有没有可能你回去看看那些果品，它就在曹操桌子上了？会不会是那个替曹操送果盒的小兵啊？他也只是曹操新招的一个管培兵。好了，谢谢各位，谢谢你们，我就学了。大家好，我是刘润成，非常开心看到大家，谢谢大家。很开心啊，今年确实不一样了。去年节目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就认识我嘛，也了解了我们家的产业。经常见面就喊我门2代，但还少开玩笑。但真有人在网上造谣说我家其实很有钱，我还挺难受的。还有人说我之所以能进总决赛，是因为写到了富航的合同里面。辟谣啊，没有什么背景，也没什么资源，小时候家里穷的还算是公开透明。当时我们住在店里面。说是店，其实就是一个街边的车库，完全密闭的空间，只有一个卷帘门。这就导致我从小就不相信圣诞老人会来我家，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做不到静悄悄地进入我家。就那个卷帘门呢，那玩意儿一拉，全小区都醒了，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穷的叮当哐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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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但我从小对那个卷帘门就有很大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太吵了，而且我们家就是做门的，为什么用一个这么差的门呢？我就很不服。有时候看那个门有点想哭。古话说得好，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胖子门窗家就用卷帘门。住在车库里面，生活却也是很不方便，洗澡也很不方便。那是冬天还好，把门一拉，拿个盆在里面洗；夏天就很麻烦，店里特别热。有2年我爸就特别嫌麻烦，他就直接让我在门口洗澡。你没有听错，门口洗澡，门口大马路上洗澡。其他小伙伴都去公共浴室洗澡，只有我公共场合就是我的浴室。但那会儿实在太小了，没什么羞耻感，也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都没注意那有个探头。我是洗干净了，电子眼越来越脏，天网恢恢，我全漏了。
但我从小还是比较懂事的，一边在家里面店里面去帮忙照顾生意，一边去努力的学习。从小就知道，这是不锈钢，这是铝合金，这是陋室，惟吾德馨。米兰昆德拉有一本书叫《生活在别处》，我童年也是一本书，《生活在车库》，所以我就很想住在很高的地方，那是我的梦想。等我真有条件之后，前2年还没上节目，赚了一些钱，有工作了，我就想住高一点。我住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老房子7楼，可以便宜一点，演出方便一点。大家如果了解会知道，其实法律规定啊，一个房子没有电梯的话，只能修到6楼，但我住在7楼。严格来说，那段时间我住在法外之地。哎，那开发商很幽默，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换了个说法，他说我们那个1楼是0楼，2楼是1楼，他说我住在6楼。我说你这个太厉害了，你不解决问题，你改变定义呀。好像小时候考试呢，问你什么饭店离小明200米，小明每分钟走50米，问你需要几分钟，你回答小明不去了。小明可以1点外卖，今天想吃黄焖鸡。再配上一瓶乐宝啤酒，小明不再思考，今天只想玩好，放开玩 ，Why not？ 小明吃饱喝好，乐宝。老房子卫生间也特别小，只有1.4个平方，我很不习惯。要知道我小时候，那都是400多个平方，1.4个平方卫生间太小了。你们知道1.4个平方卫生间什么概念吗？就是我很难在里面摔死。是啊。有一次我在里面洗澡，脚一滑往后一倒，闭上一瞬间，我以为会倒地上流一地的血，睁开眼发现自己就这么卡墙上，整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一点伤都没有，全都是泡沫。太累了那会儿，每天就要爬7楼，真的很累。我观察过我身边所有7楼的邻居，没有人爬7楼是很开心的，就没有人爬7楼之前会大喊一声 “Go Go Go” 出发了。那段时间我只爱外卖小哥，毕竟爱是常觉亏欠。我那时候点外卖，主动把门打开，在门口等他，不舍得让他敲门，怕他没有力气。也怕他砸门的时候太有力气，然后我就发现，没有一个小哥可以做到无言独上7楼。他们话总是特别多，骂得我不敢下楼，一个人在寂寞梧桐区深院锁清秋。我那时候，我甚至可以通过听就判断一个小哥是不是跟我一样胖，不用看，听就可以。跟我一样胖的很好听，你就听那个脚步声，一开始还很欢快，是那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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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会儿会变成哒哒哒，然后会变成啊，一般这时候我手机就响了。我就听到小哥跟我说：“我到5楼了，你准备一下出来拿一下吧。”我说：“其实你在4楼。”你以为你在第5层，其实你在第4层，加油，再上2层楼。去完节目结束之后，我生活真的变好了很多，所以我终于完成了童年的梦想。我现在住在20楼，有电梯。这是上海吗？你在干嘛？但我真的很开心，真的住在很高的地方，而且我们家现在卫生间也很宽敞，所以为了弥补我童年的遗憾，我现在每天洗5次澡，怕忘了在床头刻了一个早字。
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吃早饭、洗早澡。但住得很高，也有我想象不到的地方。我有很严重的恐高症，以前完全不知道。我住过7楼，但那个7楼没有阳台，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每天晒衣服，那个腿抖的呀，衣服还没挂上去就干了，很讽刺。我觉得住上高楼才发现自己恐高，感觉就像屠龙勇士屠完恶龙，才发现比起公主，她更想保护动物。但我觉得这都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我是一个有钱人，这是有钱人可以忍受的。有一天，我请我朋友来家里吃饭，他突然给我看了个新闻，他跟我说，高层住宅未来即将变成贫民窟，这个我无法接受。但他讲的很有道理，我也听进去了。他给我举了很多例子，他说现在美国就这样子，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趋势。现在美国在芝加哥市中心的高层已经住满了穷人，而那些有钱人早就搬到了郊区的别墅。他们平时最爱待的地方，就是他们家的车库。我被资本主义做局了。那一刻，说实话，真的还挺想哭的。我才发现，原来我在哪里哭，哪里就是贫民窟。谢谢大家，我是刘成，拜拜。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最近节目组给我们准备衣服啊，我发现很多衣服我都不敢穿，比如说我就不敢穿短裙，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腿粗。其实也没多粗，就是不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没看清，你们再看一下。对。你们很善良。好 ，OK。对，我从来不敢露腿，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腿已经成了我的隐私部位。就对我来说，刚才的表演已经擦边了。有些衣服我不敢穿，有些衣服我不想穿。比如说，我就不想穿胸罩。别害怕，我现在穿着呢。我不想穿，是因为我前一阵体检得了乳腺结节，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我说8个小时，谁能下班啊？我不可能上着班儿。领导正跟我谈话呢。我说，哟，8小时了，我的胸罩下班了。解脱了。而且夏天穿也很热，对吧？女生知道，几乎所有内衣里边都有一层厚厚的海绵。我夏天出门换衣服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胸，我都想跟他们说，胸大胸二啊。难为你们了，今天外边太热了，来把棉袄穿上吧。除了很热，也很麻烦，有时候晚上出去扔垃圾都得穿胸罩。有一次我觉得真的很麻烦，所以我就干脆戴了个口罩。我觉得如果人只需要穿1件衣服，就是口罩。我甚至都可以只穿口罩。我打网约车就没有司机找不着我。司机说：“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N95。”我试过很多方法，怎么可以不穿？比如胸贴，但胸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出汗容易掉，
所以我在台上从来不敢戴，我怕我在台上掉装备。我还得赶紧跪在上面说这是我护膝。胸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会过敏，人多我又不好意思挠，我就只能捶胸脯。有一次我看中国新说唱，我说 rapper 肯定戴了。打招呼都是 Hey yo bra。我就特别羡慕有人敢不穿。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没有穿，我很佩服她的勇气，但就有人评论她说她这样扰民。我说她怎么就扰民了啊？她是在街上扫射别人吗？如果你觉得她扰民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你说警察这里有人扰民，警察说有噪音吗？什么噪音？是我脑子里肮脏的想法。他怎么就扰民了啊？如果不穿内衣扰民的话，那光膀子大爷是不是至少应该判个无期？同样都是不穿，你为啥不去评论一下光膀子大爷？好看，爱看，想谈。就是不想穿内衣这个事情，除了网友不理解，很多父母也不理解。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穿，我妈说正经人哪有不穿的？我当时我都变成那英了，我说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她说穿内衣是为了保护女性安全。我说怎么保护啊？把里边钢丝抽出来把坏人扎死吗？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保佑你逢凶化吉。记得一定要罩在头上，那才真正的好兆头。第一次听说内衣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坏人最怕的是内衣吗？啊，两个流氓正要骚扰一个女生，女生挑起上肩带，流氓说快跑，有胸罩。咱俩分开跑，他一个能扣俩。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可以防止下垂。她说你看内衣广告说了，我们这个可以防止下垂，能够对抗重力。我说对抗重力。这么厉害的科技，咋不用来发射火箭？回头采访马斯克说：“您登陆火星的秘密是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对，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女生穿衣服能少一点束缚，多一点自由。本来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是我今天从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谢谢大家，我是小海。大家好，我是月明。你知道你们刚才喊冠军的时候我多崩溃吗？你们笑得越大声，我越笑不出来。我说实话，我选他们俩，单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相信别人了。他们一个天天在朋友圈焦虑，一个天天跟我说我稿子不行，我稿子不行。我感觉我都信了，就我信了。他不是稿子不行，是我脑子不行。咋往下讲？说说我脑子不行的事儿吧。我这个人确实脑子不太行，特别容易被骗。前段时间被骗了4万4。我当时我就想，我太笨了，我太笨，但是我好有钱呢。太有钱，4万多啥没干，就换这么一套段子。所以大家不用同情我，不用太悲伤，就笑。你们不笑，我回不了本儿。
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想说？我就是希望能帮一个是一个。咱别遇上这种事，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那是你没碰上合适的。你要碰到自己的真命骗子，哎呦我的天哪！咔咔给人打钱，太上头。我就是碰到真命骗子了。那个骗子就在微博上冒充我一个在埃及旅游的朋友，管我借钱买回国的机票，要18000。我真去查了，真是18000。